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在耶路撒冷。今天我们有特别的装扮。Kenny 是警察，宝宝呢是瓢虫，然后我就是他的一个陪衬。为什么会有特别的装扮呢？我们不是要去过万圣节，而是要去参加教会的聚会。因为今天是普尔节。对，普尔节其实是一个圣经的节日哦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有一卷书叫做《以斯帖记》。那这个事件的背景呢，是大概在西元前4世纪。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嘛，就是有大卫王朝，然后所罗门，然后他的儿子就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。那北国是在西元前722年先被掳到亚述，那南国呢是在西元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。巴比伦后来被波斯取代。那波斯帝国版图在以斯帖记发生的时候有127个省。那故事是这样子的，有一个王亚哈随鲁王，他有一个漂亮的皇后叫做瓦实提。那国王请客嘛，然后就很多人来看。瓦实提是个非常漂亮的王后，所以亚哈随鲁王就要那个瓦实提出来一下，然后给大家看看你有多美嘛。那结果瓦实提呢，根据圣经记载，他就不愿意去，那就变成说亚哈随鲁王就下一个命令，就是我要把他废掉，我要再找另一个太太，然后能够就是听我的话。OK， 所以就是国内就开始选美大赛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生，她叫做哈达萨。哈达萨她后来改名叫以斯帖。那其实她的背景就是一个犹太女孩，她有一个堂兄叫做末底改。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哈达萨他到了皇宫，他就听他堂兄末底改说的话嘛，他没有告诉别人说他其实是犹太人的身份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犹太人现在在过这节日的时候，他们会就是变装，就把自己的就是原来的样子遮起来，是跟这个可能有一点关联啦。那我就继续讲故事。那圣经里面还有这个人物呢，叫做哈曼。哈曼他是雅甲族，也就是亚玛力人的后代。他被这个波斯国王那个亚哈随鲁王抬举成为他的大臣，那他就是很讨厌末底改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是跟国王讲，就是说要把这些犹太人全部都杀掉。那国王他也就同意了。只是神早就已经安置了一个以斯帖犹太人在皇宫里面，甚至他的位分是皇后。末底改就过来跟以斯帖说，你今天得到皇后的这个位分，就是在这个时间你要去说话，你要去发声，你要为我们的民族做一些事情，你不能够再隐藏自己了。所以以斯帖知道说当时文化是国王他没有找我，我不能自己去找国王，我自己去找国王我就死路一条啊。那可是你今天，我知道我今天要担任的角色是这样子，那所以你们为我禁食祷告，我禁食3天3夜，我就去找国王。那如果我会因此死的话，那就死就死吧。所以呢，从哈曼的角度来看，一切都很好嘛。他就这样子抽签，我要哪一天来杀犹太人，然后就抽到了亚达月13号和14号。这也是为什么普尔节 Purim 的意思其实是制签，就是抽签的意思。那以斯帖呢，就这样子到王的面前，然后跟王说，我若在王你面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是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求的是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，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，要剪除歼灭灭绝我们。然后王就觉得说，什么你在讲什么？是谁敢做这样的事情？这个人在哪里？然后以斯帖就把哈曼的这个诡计都讲出来，然后国王就很生气，然后就把哈曼就处决了。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呢，是在犹太历的亚达月13号和14号，就这2天就杀戮了所有本来要陷害犹太人的敌人们。然后15号的时候就百盛宴席，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呢，13号大家就会不吃饭不喝水，就禁食禁水这样子，一直到晚上进入到14号的时候开始读以斯帖记，就是马吉拉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当时这个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苏珊城，苏珊城是一个有城墙的城市。为了要有这样子的区分，所以以色列人会在没有城墙的城市选择在14号的时候读这个以斯帖记。那有城墙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，当时嘛，他们就会选择在15号的时候过这个节日。
那我现在就来分享现代的犹太人会怎么样子过普尔节。好的，那来跟大家分享4个有趣的普尔节的文化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他们会读以斯帖记嘛，在会堂大家一起读。那在读到有哈曼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呢，请大家想象一下，我手中有一个很吵的一个小东西，叫做棘轮。它这样转的时候，就有很大的声音，就会把哈曼的名字或者其他声音就盖掉。所以就是有点像是集体活动嘛，就哈，然后就用那个声音，大家就把哈曼的名字盖掉。好，那第2个有趣的文化呢，就是噔噔吃这个饼干。这个的饼干叫做哈曼的耳朵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？可能就是因为它三角形的，就可能有像耳朵的样子。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那个头像啊？我不是有那个耳朵吗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哈曼的耳朵。我买的这个是香圆口味的，它有很多种口味，一盒大概台币200块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其实吃这个饼干就有点就是我要把敌人吃掉的这个传统。那第3个习俗呢是要去送礼物，送礼物分2种，一个是送礼物给穷人。你要送2个穷人礼物，那这个礼物呢，只能是吃的或者是钱，因为钱可以拿去买吃的，你不能够送衣服或者是书本。送礼这个目的呢，就是希望不管这个人他今天的财力背景怎么样，都要能够一起加入普尔节的欢乐。毕竟在波斯的这个时期呢，所有的犹太人都一起得救了嘛。那这个共同的记忆、共同的欢乐，都是要一起享受的。那另一个送礼呢，就是送给朋友。那送给朋友的话，是同一个朋友送2样礼物，意思就是要朋友能够享受双倍的快乐。这个糖果盒里面呢有饼干，第一个饼干超可爱的糖果棒棒糖，小丑棒棒糖讲错了。巧克力、小丑跳跳糖，还有饼干。那送礼物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它一定要有包装，看起来是可以放在客厅里面，然后别人可以看得出来，哦，这是你收到的礼物，这才是有符合送礼的这个条件哦。那第4个呢，就是装扮。那这个传统呢，我个人是比较觉得它是在15世纪受到欧洲的威尼斯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嘉年华的影响才有的传统。现在犹太人会说，就是因为你装扮了，就像是以斯帖当时在亚哈水鲁王面前，他也是好像有一个装扮，让别人看不出他是犹太人。那在以色列啊，他们装扮就会刻意的装扮成跟自己非常不像的样子，因为这样才好玩嘛。他们会觉得说，在普尔节好像就是大家要练习，就是超越你这个人的外表，然后看到你最真实的内在。那变装完以后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会到街上去游行，或者说是在 party 的时候就会穿着自己变装的样子。其实还有第5点，就是要喝醉。喝醉这传统当然不是在圣经里面嘛，圣经只有说要吃饭，但是他们会刻意的喝醉，因为酒对于犹太人来讲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。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都要喝酒。那这个传统就是说，你要喝到有点懵到你可能听不太懂，就是哈曼的名字跟末底改，就是以斯帖的堂哥的这个名字有什么差别的时候，就是对，要喝到这么懵。在以斯帖记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赎，普尔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。
所以在以色列，不管是学校还是教会，在普尔节开始前就会提早庆祝普尔节，有一种感觉好像是这个礼拜都在过普尔节，非常的好玩。那我们今天介绍普尔节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。我们下一个节日会过的是逾越节，如果你们对逾越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这个影片哦。大家拜拜。拜。